2022年11月24日，安华出任马来西亚第10任首相。他和我这个外国人有什么关系呢？恰恰在去年22年的11月24日左右，我们家把所有需要登录大马的最重要的文件都交给了一家代理公司，我们也正式开启了登上大马之路。当然啊，我觉得我和安华这个任相1周年啊，看起来还真有不少相似之处啊。我总结了一下，首先呢，我们都去修复了一些破碎的破旧的关系，对我来说是家庭关系，对吧？安华来说呢是政党和民族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第二呢，我们都需要坦诚的面对自己，面对批评，我们都要重视教育，我们都希望改善医疗条件。我们呢都善于结交朋友，你看安华在外交的表现还是不错的。我们呢都尝试了一些新东西，这从安华推出的各种政策是可以看出的。我现在变成一个 YouTuber 了，那同时我们非常在意 promote 自己，来宣传自己，但是有一点是非常不同的，而且我希望安华不要像我这个外国人这样去学这一点。你看我们俩到了大马以后，我们都停止了工作，这意味着我们其实是丧失了收入来源的。而我恰恰呢希望新政府团结政府一定要非常在意经济课题，不能像我一样断了工作，给自己的收入造成很大的波动，要广开财路，让国家能够真正的走向繁荣富强。我发现大家普遍抱怨都是感觉现在的生活比原先要苦，这是真实的吗？这个是大家最大的关切吗？请朋友们给我一些耐心，看到最后，我想要帮大家一起解开这个谜团。这份呢，就是专门针对安华上任1周年而做的调研。大条的问题他说，你认为咱们国家的方向是不是正确的大马的方向是否正确的？在参与的你看近1000票当中，有 60% 的人是认为不正确，而这个中间又有一大部分认为是对经济的担心。即便在认为方向正确的人里面，也有排名第2的比例是出于对经济感到担心的。我们再来看实际大家细分的问题来看，对经济到底有多担心呢？看其实是这个数值 78%，在大家所有关心的人里面，5个里面就有4个，就是将近 80% 的数值的人认为经济是有问题的，这是他们看到的一些点。而且呢，这个数值你看远高于对犯罪社会问题、种族问题政治问题的关心，并且这个值它有一条上升的斜线，而前几年呢，你会看到基本上是一条下行的斜线。所以我知道像一些政治课题或者一些种族课题非常容易上新闻的头条，也容易挑动大家的敏感神经。有些越是不能说的类似3R课题，稍微有人触碰一些边缘，或者说一些触动大家神经的话，非常容易得到关注。但是我想说的是，不论现在的种族社会和政治现状是什么样子，其实拜托大家去看一看，都有一个共同关心的问题，是经济课题。它被关注的程度高达 78%。80%的人认为是错的，而且它不是单一取向，是几乎所有的种族都会认可这样的问题。我们来看这里，你看在马来族群，他们也有 80% 的人认为是错的，印度裔也有80%认为是错的，而华人群体呢，华社大概有70%，会略低一点，但这个比例70%和80%之间相差10%几，也并不大。大家共同的认识到这是一个错误的问题领导力然后基础建设贪污腐败种族，这些是不是都挺挑动神经的问题？它是一个明显的低了一个数量级的 significantly lower 这样的一个层次。所以我是觉得大家真的要重新把眼光放回到经济上面，只有把经济成长做好了，那么大家很多的问题都会消解。其实在商业上有一句话叫 sales fixes everything， 我觉得对国家现在也是一样的。我们如果可以放下一些各个族群或者大家生活习惯、历史渊源宗教的这些差异，眼光一致向经济去看，那能找到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抓手。所以显然大家作为百姓平时的切身的感受，大家的一些这种观感往往是非常敏锐的。我的很多朋友都说通胀压力很高，物价很贵，而工资很少。此
此言不虚。那我自己经常会看的一个数据的网站叫 Numbeo， 我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去看一下这个网站。我们来看它的 title 啊，分别分成了 Cost of Living、Property， 最终呢，它还会结合像犯罪啊、安全啊、污染啊、气候啊等等因素，形成一个叫 Quality of Life 的指数。今天我想我们主要是着眼于 Cost of Living， 给大家看一些真实的数据，您来看看是否生活中感觉这些数据是真实的，真的符合你的感官。然后我想也帮着大家一起来探索，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现在经济很难，生活会变得越来越难，你看看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儿。就总体情况来看的话，你看基本上41%，也就是40%的钱大家都要花到 markets 去买这个日常生活所必须的用品啊。那第二大的呢就是房租啊，那要占到20%，再到蓝色交通和粉色饭店的吃饭。我们比较两个城市哈，一个是新加坡，是马来西亚的邻国啊。第二个呢是上海，我从上海来，会有一些感受。不少朋友也经常去中国，你可以看看物价是否是这样的情况。首先，我们来看看新加坡的物价情况啊。我们就看10年的纬度好了，从12年开始看到22年，你看新加坡吃一顿饭。在12年的时候差不多是10个新币，那我也会看到16年开始相对有一些价格的波动，等到22年的时候涨到了15个新币，也就是差不多多了50%左右。两个人用餐在12年的50到80，也是多了50%多一点。那么再来看一些日常的用品啊，像啤酒的话 0.5 liter 的话，12年是6块新币，到现在呢是10块钱，涨了也是50%啊。那我们再看一些典型的数据吧，像可口可乐，它从12年的 1.46 到2块钱啊，也是涨了50%，都差不多在50%。市场上的东西，牛奶从2块8到3块3，涨了5毛啊，那差不多有20%不到一点吧。鸡蛋是2块4毛5到3块7，那就是多了1块2毛几吧，也是多了50%。我们都有个大概的感受，就市场上的物品差不多多了50%左右啊，有些会少一点。你看这里苹果啊。这个就橘子啊，这些水果和蔬菜就没有多这么多。你看 salary， 你的 in pocket money 拿到手可以花销的可支配收入，12年在3100多新币，到现在6200新币，这个 feeling 是翻了个番 ，double 了一下啊。其实我告诉大家，新加坡我不熟，但是在上海其实购买力是很差的。回头我们会看到一个数据，但我们来看一看上海啊，它在数值上的变化是什么样的啊？你看上海吃一顿饭，12年的时候一个人吃啊，不太贵的饭店是25块人民币，到22年的话呢是40块，那就是double 不到一点。你看两个人吃饭哦，从200块钱到280块钱，也是增加了50%不到一些啊。我们抽样来看，啤酒10块9块啊，几乎没有变化。可乐从3块8到3块8也没有变化，是比较稳定的。牛奶我知道是涨得很多哈，那你看14块钱啊，14块半啊到20块钱，那涨了也是50%左右啊。像苹果18块15块没有太大的变化，就是有些没有变化，有些在将近50%的变化。好，其实上海真正的是房租涨得比较快，这个我们今天不去看。所以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数据，你看还是看 salaries， 你看它是从6500块钱到1万超过，那也涨了50%不到，就很多东西它能够涨了50%或者到，但是它相应的薪水能够有涨到，所以大家的购买的能力还是比较强，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现在看到在新加坡和上海的情况都是他们的物价通膨的水平和大家收入的水平都在涨啊。那我们再来看马来西亚是否是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就以kuala lumpur来做一个例子好了。其实在吉隆坡呢，它的购买力相对还是比较强的，大家可以回顾一下是否是这个感觉。你看吃一顿饭12年是9块马币，到现在是15块那多了6块钱，也就是差不多要涨了6成以上了，超过60%。两个人吃饭的话，从45块到100块钱，也是超过了 double 啊，它是 double 超过了啊。啤酒来看的话呢，10块钱到16块，70%。
可乐从2块到2块6，都多了30%吧，应该是啊。你看牛奶从5块5到7块半，多了50%。鸡蛋呢，从4块5到7块8，这个可能也要多上60-70%哦。苹果我们抽样看一下，7块2到12块半嘛，那也要多了60-70%。我估计啊，我的数学来速算一下，以米饭来讲的话，3块7到6块2，可能也要多了60-70%。所以我们看这些曲线，大概有一个概念，物价都多了60-70%，两个人吃饭更是 double 还不止。可是，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关键啊，你看。怎么样？好像从2012年的3600马币到2022年已经有5800马币的平均收入，似乎是上涨了60%。但我们瞪大眼睛来看，首先2021年到2022年从4300到5800，一下子增长了30%。这个数据有没有准确性的问题？或者是因为通膨或者什么原因，工资上涨的比较快，并且呢2011年早年过了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已经有4000马币左右了呀。所以大家在常年实际工资是维持在4000多马币。我可以说，剔除这些 outlier 那些特殊的点，其实没有太大变化。这就是大家感到生活会变得辛苦的原因。那我们再来做一个比较来看，你看哈，这是整个 quality of life。但我们今天眼光啊，看这个比较的第一条叫 purchasing power， 这个数值是怎么来的？你看库阿拉普刚才看了，物价上涨很快，但它这个数值好像还不错啊，它是 moderate， 还比上海的 low 56.11还要高，是什么原因啊？那上海薪水啊是有成长，但是上海的房租的支出太高了啊，所以呢，库阿拉普的这个购买力啊反而还会更强一点。记住这个数值啊，是 68.91， 或者我们可以记是70，上海是56。这个数值的含义是什么？它是以一座城市作为一个 baseline 的，它以纽约城 New York City 作为100分，也就是说，我们平均生活在 Kuala Lumpur 的人，他们拿到的钱只能够买到纽约人的69%的东西。上海就更惨，就只能买到56%的东西。好，那我们再来看看Singapore 和 Kuala Lumpur 之间的比较。你看哈 ，Kuala Lumpur 是 moderate， 还是将近70%左右，但是在 Singapore 就有90%。新加坡物价是贵，但他们的收入在快速的翻番，因此如果你生活在新加坡，你的 purchasing power 还是很高了，你差不多可以买到在纽约城一样工作赚钱的人的90%的物品和服务啊，所以它的购买力就会很强。所以总结一下，我觉得执政1周年啊非常不容易，我自己也登陆了1周年，对我来讲是新鲜的。我呢是希望可以做一些类似这样的工作，通过我的脑袋和分析啊，来看到大家平时看到的这些问题。我真心的希望啊，这一届政府在过去的1年好像是稳定了政局啊，他把政权稳定了。那我们能够看到马达尼的 economy 也有出来，整个第12个经济的计划中期的 review 也会取代了 shared prosperity 的这个新的一些计划。政府呢雄心勃勃，不过我是希望啊，这个整个政府可以把力气全部用在发展经济上，全部能够更好的去抑制通货膨胀，想办法去升级大家的收入水平。它背后有大量的工作，有男女平权的问题，它背后有把产业升级多元化的问题，它有提高政府和整个社会运转效率的问题，它有整个文化中更勤奋努力工作，讲究要把事情做得精致精细用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它也有教育的方方面面的问题。这是我一个简单的观察，我也恭喜团结政府执政1周年，希望在接下来的4年内达到更好的实际的效果和水平。对了，马达尼 economy 呢，它整个方案的推荐会在开，政府呢也开始公布了实际的时间框架和要达到的目标明细啊，都有列出来。但是你怎么理解马达尼？你觉得清晰吗？它有哪7大经济目标？你知道吗？每个目标它
实际这个指数，像HDI 人类发展指数啊，最有竞争力的综合经济体啊等等，是什么意思？要在10年以后达到那个目标，需要超越哪些国家？需要做成什么样？是怎么回事呢？我在研究，我真的不专业，我是外国人，才到大马1年，我也不是学经济的，但是我愿意献丑，愿意抛砖引玉，这样我才能够有成长。但是你得批评我，你批评我的过程就是帮助我成长的过程，也是我们一起投入大马、爱大马的一种表现。对了，大马生活家就是我小光头和家人生活在大马的实录，我们希望带给你生活在异乡的勇气。我的频道风格有点多样，思考相对深入，表现稍显生动，制作就算经典。希望你喜欢，帮我一起按赞、分享、订阅，我们一起打败优惠核算，谢谢。